今天是2024年3月30号，周六。最近正值清明时节，我和老公今天准备前往苏州太仓的郊区扫墓去了。时间一晃而过，祭拜完已经下午1点半了，于是搜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好玩的，休息休息，恢复体力。正好有一个古镇，名叫沙溪古镇。虽然沙溪古镇它距离上海就60公里左右的车程，但是我们选择走最便宜的路线，期间呢需要换乘3次公共交通，一共耗时了4个钟头才到达目的地。当然，这4个小时包含了等公交的时间，车费划下来人均在19元左右。从墓园出来，我们打了一辆电3轮，晃晃悠悠的开往景点方向。我来到了沙溪古镇，准备进去看一下，走吧。沙溪古镇是一个4A 级景区，距今也有1300年的历史了。知名景点有中市街、吴小邦故居、乐音园等等，免费开放。沿街保留了一些江南水乡风格的明清建筑和新造了快300年的旧石桥。大家看到网上售卖的25元门票，则是用于参观老街上的4个历史展示馆的。那没有优惠的话，我们肯定就在老街上面随便逛逛了。慢慢往里走，遇到一家阿斯玛糕团店，老人正利索地做着海棠糕。这款糕点呢，在外地可能很少见，苏州和上海周边做的比较多。它起源于明代时期，苏州城里一个名叫海棠的丫鬟，她将面糊倒在碗状的凹铜片上，小心放入熬煮细腻的赤豆沙、瓜子仁、糖肥膘，接着架到火上烘烤，最后撒上一圈白糖，慢慢等待炙热高温产生出的美拉德反应。这款美食由高宅传出，征服了大众食客。到了清代海棠糕已成为赶集庙会、逢年过节必买的民间小食之一。现做的海棠糕拿到手很烫，一定要放凉了再吃。作为一个吃遍了上海所有海棠糕的吃货来说，我觉得这位大爷做的特别好吃。糕体烤制的很软糯，表皮微苦回甘，内馅的红豆沙甜度正好，口感也很细腻。白糖肥肉加在里面，只有锦上添花的份，丝毫不觉得油腻。5元一个的价格稍微有点小贵。论好吃的程度，我觉得只有上海金沙咀渔村入口的海棠糕值得一战。除了海棠糕，街边还有附近居民自制的酱瓜酱菜售卖，我尝了2个，感觉这里的酱菜都腌制的很甜，甜丝丝的，完全不咸。我们在镇子上没有买午餐吃，因为从家里就带了很多吃的。我们现在在沙溪古镇游客中心，这是我老婆自制的提拉米苏，自己做的提拉米苏。沙溪古镇挺小的，就2条主街的样子，中市街和历史街区。走着走着就走出去了，顺便逛一下当地的超市，常规看了一下巴氏鲜奶的物价。它这边的现代牧场，新鲜牧场也是8块，但是为什么有的印在盒子上，有的没印？然后日期都是一样的。那今天是30号了。现代牧场在这儿，刚才那个是新鲜牧场，这个呢就是15.8块了，然后日期也是当天的。1.5升的要贵10块。超市出来，正好来到了一处花园——乐音园。那它的入园门口仿造了苏州的拙政园，在旧时这里还曾经是元代晚期名人翟孝真的居住地之一。小园林免费开放，10分钟左右吧就可以逛完一圈了。有一个太仓御史监察廊，就是在走廊的墙面上记载了18位官员的历史故事。走廊一角还立着位于太仓监察官之首的曹逵的雕像。和老公逛了一圈下来，看到很多的家长带着小孩在这里踏青。春季的乐音园含王量高达70%。不过唯一的硬伤，由于园子里的池塘大部分都是死水，凑近看可以看到成片的小蚊子飘在空中。
虽然这些蚊子不怎么咬人，但它飞来飞去的，很容易撞进眼睛里。对了，来这里的小伙伴要注意了，园林下午3点半就停止入场，4点就关门了。和老公原路返回，又经过古镇的游客中心，这里门口附近有一处吴小邦故居，免费开放。不过，虽然牌子上的开放时间写着直到下午4点半才结束，但一看时间才3点35分啊，门口居然就上锁了。虽然它的大门是开着的，是这边的这个木扇门已经关了。好吧，想来工作人员已经提前1小时下班了，只好对着建筑物拍了几张照片，悻悻而归。下午4点半，和老公坐上返程的公交车，回去的路途啊就快多了，2个半小时就回到上海。接着骑单车到环球港商场的 B1，花上2块钱在好特卖买了一瓶百事可乐的汽水，对门就是汉堡王，顺便团购了3个汉堡，解决一下今天的晚饭。鳕鱼堡，还有1层的这个小牛堡，一个小小的。鳕鱼堡、脆鸡堡、单层芝士牛堡，3个巴掌大的汉堡花了23元。麻雀虽小，但够吃就行。2人分着各吃了一半。好啦，今天就带大家看到这里呢，拜拜！喜欢的话别忘了点赞、收藏、加关注哦，再见。